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食人驾到了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61集。在这一集呢，其实呼应的是上一集最后面的一个主题啦。我们上一集其实有提到说，杨修这个人他拿了曹操桌上的一盒书嘛，然后就分食给大家。那后来呢，我们有揭露，就是说这个一盒书其实是马腾送过来的。那上一集的最后面呢，其实我们就有跟大家提醒过，这个其实是电视剧的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伏笔哦。接下来在这一集呢，果然就介绍了有关于马腾他对曹操有反抗的动作啦。是这一集我们就不妨把焦点放在马腾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喽。好的，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马腾，字寿成，他是东汉末年的武将。有一个叫典略的史书有提到说，他有一个了不起的祖先叫做马援。很多人会想说，马援是谁呢？他有制造出了一个著名的成语叫做马革裹尸。简单来讲，马援他就是东汉初年的一个武将。后来年纪很大的时候呢，还主动要求说，派我出去做任务，我可以办得到。然后皇帝就会说啊，你年纪这么大啊，万一你出去有个三长两短啊，这样子不好啊。你现在已经功成名就啦，要不要就好好休息一下，安享退休生活嘛？然后马援就讲说，男子他应该马革裹尸而还，什么意思？我身为将军，我的荣耀在战场，我宁愿就是死后在战场被后送回来，我都不想要好好的待在这个床上然后等死。所以这个叫马革裹尸，可以算是中国老将或是说老年人仍然怀有着雄心壮志一个很重要的成语代名词。传说马腾就是马援的后人，但问题是呢，这个对马腾本身来讲可能没什么屁用。为什么？他的老爸叫做马平，那马平本来是朝廷的官员，后来犯了一点错误呢，就被贬官到陇西这个地方。按照电视剧或是小说啊，可以泛指西凉这个地区。那这个马平呢，根据史书的描述，太穷了，你看被贬官嘛，对不对？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娶老婆的状态。被贬官到西凉地区之后呢，男人嘛总是会有一些需求嘛，对不对？于是他就找了当地的羌族女子结婚，生下来的小孩就叫做马腾。所以马腾他算是当年的混血儿。那我为什么我会说有马援这样的祖先对他来讲没屁用？为什么？因为你祖先真的那么造的话，为什么你老爸会被贬官，甚至被贬官到没什么钱可以娶汉族的女子，要去娶羌族的女子呢？因为其实汉朝那个时代对于所谓的草原民族看的还是比较低下的，所以可见就是马腾他最一开始的人生阶段其实过得并不是那么的顺遂。不过呢，等到他长大之后可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大概就是基因很好，所以他身材非常的高大，历史记载长8尺余，就是超过185公分，这在古代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哈。而且怎么样呢？身体宏大，就不是那种竹竿类型的人，他就是壮汉，面鼻雄，这个大概鼻子像成龙一样大大的哈。对，那个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一看就知道说，这个家伙是个猛将兄，很角色。在西凉这个就是崇尚武力的地方，马腾就开始慢慢凭借他过人的本事崛起了哈。那他是怎么崛起的呢？简单来讲，汉末的凉州刺史耿比，当时呢有一个手下，这个手下呢很受到当地民众的抵触。为什么？因为听说他的手下是一个贪官，眼看就是老百姓们民怨沸腾，耿比他就想说，不行，我得镇压。怎么镇压呢？带兵去做镇压。那当时聘请的其中一位将领就是这个马腾。于是马腾他就任军中的从事统帅部队，与后来很知名的一个将军叫做庞德一起开始去镇压羌族人啊、氐族人啊，还有那些就是心怀不满的一些边疆民族或是当地的百姓。大概就是因为镇压的很顺利吧，所以按照军功他就不断的晋升，从军司马后来还迁到偏将军，算是靠着他本人的武力出人头地啦。那我们前面提到马腾嘛，其实他在《三国演义》当中很常跟一个人配对出现，谁呢？韩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在演义或是戏剧当中，马腾跟韩遂感觉起来就是两个好兄弟啊，好哥们嘛，对不对？彼此惺惺相惜啊，大家都是很会打仗的啊，又在西凉地区啊，所以就结成了军事同盟。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其实在正史
时当中，马腾跟韩遂感情一开始非常非常的差。为什么呢？因为西凉这个地区，我们刚刚讲过，它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少数民族或是草原民族，这个地方又崇尚武力。我们又从刚刚耿比他是东汉的官员嘛，可是他底下的官员却不受到民众的支持，就可以看到东汉在这边的统治基础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牢固。于是呢，在这个崇尚武力的西凉地区，只要你够会带兵打仗，只要你本身有一些雄才大略，你就可以形成对抗朝廷的地方势力。毕竟东汉的权力中心距离西凉也是非常非常的遥远嘛，是不容易镇压或管辖到这个地方的。韩遂他其实就是西凉地区当地的豪强，而且他很早就开始掀起说我要反叛汉朝，汉朝太烂了人民应该自主于是呢，韩遂他就开始独立自主，成为一个地方的势力。后来韩遂的实力逐渐崛起到什么地步呢？他就把刚刚我们提到的凉州刺史耿比给挂掉了。可见在西凉这个地区，汉朝真的是已经失去最后一丝的管辖空间了韩遂的势力崛起了之后呢，马腾就有点尴尬，就是我本来上司他完蛋嘞，那这时候我该怎么办？你如果是马腾发现你的上司被韩遂给挂掉了，你觉得你该怎么办？你会不会想要为你的上司报仇？看那个上司对我有没有好啊？这边有说耿炳是提拔你的上司这样再说一次，你觉得想要报仇吗？既然跟这个中央单位这么的偏僻，那还是跟韩遂打好关系比较好吧。那你在历史当中你就很适合在西凉地区活下来，因为按照你刚刚原本第一个版本说就是说上司对我有恩，那我就要为上司报仇对不对？可是马腾他就不是这么做，马腾他看到说上司死了怎么办？我决定跟韩遂合作。毕竟你就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东汉朝廷已经失去管辖，你还要说我要代替朝廷来镇压你们你只会成为下一个耿比。马腾这个人是很动脑筋，就是本来我的靠山是上司，是东汉朝廷，可是东汉朝廷在西凉地区已经完全失控那我与其跟着东汉朝廷混，我干嘛不也成为当地的地方豪强或是势力呢？我为什么不好好跟这个新崛起的韩遂一起合作呢？于是马腾就跟韩遂一起开始反叛朝廷，朝廷还把这个事件称之为三府作乱。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称为三府作乱，因为当时朝廷把长安附近的地区称为三府，所以凉州也包含在三府地区当中，所以被称为三府作乱。那既然现在大家都一起作乱了，对不对？怎么样才可以互相彼此信任呢？马腾跟韩遂就采取了一种方式，你要不要猜看是什么方式？找一个桃园，然后大家一起结拜。答对了，对，当时马腾跟韩遂真的有结拜当成兄弟要先说桃园三结义是《三国演义》编的可是马腾跟韩遂成为结拜兄弟，这可是正史当中曾经出现的事情听起来说不错嘛，两兄弟一起合作做大做强嘛，对不对？不要忘记了，韩遂他会开始崛起，他是代表一个地方势力，马腾他现在也是个地方势力。当两人势力彼此都开始扩张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这块地盘我要，这块地盘你也要，两方的势力在这个地方起了冲突之后，就算是亲兄弟怎么样，也可能随时会翻脸，对不对？所以两人也曾经因为一些利益的冲突，曾经反目成仇。韩遂还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他把马腾的家人抓起来之后，全部都给挂掉了。等一下，他们不是结拜兄弟吗？对啊，可是现在反叛了你不再是我兄弟了既然不是我兄弟的话，啪就全部都给杀掉了。那你如果是马腾看到说什么我的家人都被韩遂给杀死了，你有什么想法？当然报仇啊，是会想要报仇嘛，对不对但问题是后来马腾又选择跟韩遂合作为什么？因为韩遂就是当地一个非常顽固非常强大的一股势力对不对？除非你有保证直接跟韩遂火拼到最后你可以完全的打败韩遂，不然的话在未来的日子里你要不要跟韩遂继续合作？不要忘记马腾此时其实你算是反贼东汉朝廷随时会派部队来攻打你那如果你又得罪了韩遂，到时候韩遂跟东汉朝廷一起合作，一起攻打你马腾有胜算吗？所以
马腾他讨不讨厌韩遂，其实是讨厌的，但是这个人再度看得出来，他其实是个现实主义者，就是我跟你有仇，但是我绝对不能把我身家财产全部给赔进去。所以双方的确有曾经火拼开打过，可是后来又握手言和。家人嘛，又不是没有，对不对？你看我这个身体还这么棒，对不对？要有新的家人，我办不到吗？结拜兄弟嘛，我们以前是结拜兄弟，兄弟之间就是吵点架，对不对？之后还是要言归于好嘛。然后就是诞生出现在很多女性观众很讨厌《三国演义》的一句话，就是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嘛，对不对？家人就好像衣服一样，还可以再更换。你我是结拜兄弟，之前就好像手断掉的一样，但要尽快给接回去啊。所以其实还要说一句话，我们从马腾这样一路上的历程，你看他原本是汉朝官员的手下，后来汉朝官员被杀了之后，他又跟韩遂成为结拜兄弟。成为结拜兄弟之后呢，两人曾经反目成仇过，可是后来又言归于好，继续维持着一定的政治联盟关系。所以马腾这个人，他不是只有表面上像是成龙一样鼻子大大那种壮汉，他其实脑袋也是非常非常的灵活，甚至他不只是跟韩遂合作，他还跟另外一个人合作，这个人也是西凉当地有权有势的代表。你要不要猜看跟西凉有权有势有关的人是谁啊？该不会是董卓吧？答对了，他跟董卓是曾经有合作过的。董卓后来进军洛阳，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嘛，是洛阳发生了动乱，所以董卓率领的西凉的部队进入到洛阳当中，最后执掌了洛阳乃至整个东汉朝廷的大权。这个时候，董卓把大部分的精锐一定都携带到洛阳去了。那他本来在西凉地区的势力是不是就开始衰弱了？这个时候如何稳住西凉势力呢？那当然是继续找当地豪强合作啊。谁是当地豪强？马腾你就是了哈。所以当时董卓还有派遣使者去找马腾跟韩遂说，我现在带领着西凉的部队已经进军洛阳了哈，但是我带的人不够多，两位要不要一起也率兵来到洛阳去？咱们西凉人一起怎么样？做大做强嘛 ，Make 西凉 Great Again 嘛，对不对？但很不幸呢，韩遂跟马腾他们走到半路的时候，董卓却挂了。吕布嘛，对，没错，吕布把董卓给挂了嘛。而且没想到后来政权又再度的转变，就是董卓的4位手下，之前讲过嘛，李傕、郭汜嘛，樊稠嘛，对不对？还有再加上一个张继，又反攻长安，又把吕布给赶跑了。于是这时候吕傕跟郭汜就对走到一半的马腾还有韩遂就说，董太师已经不在了哈，但是咱们还是西凉人嘛，对不对哈？答应你们的一定做到。于是呢，就让马腾担任了征西将军。韩遂拜为所谓的镇西将军，就是你们两个也是拿到官位了哈，代表着我们继续有那个同盟利益之间的关系哈。不过呢，根据史书的说法，就是后来马腾有一些私人要求说，李傕啊，我还有点小要求哈，你可不可以答应呢？李傕没有答应，然后马腾就表示说，你不答应我怎么办？反正我已经带兵到一半了，那我就直接继续带兵进攻长安。因为此时这个时候，李傕、郭汜其实还是有点立足未稳的状态。所以再度说一下，马腾这个人脑袋真的很灵活。他原本跟董卓是联盟关系，董卓一倒了之后呢，本来也可以继续跟李傕建立联盟关系，但是一旦发现自己的利益无法最大化的时候，他也没有就觉得说，要不就这样算了，而是带兵继续进攻长安。如果又可以攻下长安的话，我是不是就成为新一代的东汉掌权人呢？哇，这个人的脑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灵活。不过呢，这样子的美梦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李傕的同伴叫做樊稠，之前的留言当中也有一直人讲说，为什么都不讲樊稠？好，现在讲一点点啊。樊稠后来带兵击溃了马腾跟韩遂，马腾跟韩遂呢，于是又躲回去西凉去了。这边就要再讲掉，所以可见西凉这个地区真的很麻烦。为什么？因为它距离东汉的权力中枢实在是太远。如果你要派远征军过去的话，其实要耗费相当多的人力物力，重点是你还未必会赢。那西凉的在地势力呢，你实力强大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攻打长安这些地区，扩展你的势力范围。那如果你打不过怎么办？你就去缩回去西凉，继续当你的三大王啊。所以其实马腾跟韩遂算是那个年代西凉地区典型的军阀代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马腾跟韩遂持续的割据西凉地区，
直到事情又发生什么转变呢？就是有一个新的政治强人崛起了，谁呢？曹操。曹操后来在官渡之战击败了袁绍，逐渐成为了汉朝新一代的权力中枢。那这个时候曹操其实也一直在注意说，西凉地区这个地方始终还是有所谓的在地势力的嘛，对不对？那曹操就比较聪明了哈，因为他知道马腾跟韩遂是非常稳固的在地势力，派遣军队过去呢变数实在太大，还不如用招抚的方式，所以其实他都有固定跟马腾还有韩遂在进行联系。时间一长呢，马腾这个人就想说，哎呀，这个搞了几十年哈，我其实这个年纪也大了哈，我觉得呢，与其再继续割据地方的话，这样实在太累了，不如怎么样，我就投靠中央朝廷嘛，对不对？这样子我也可以算是安享富贵晚年嘛。当然啦，也有可能一个很现实的考量是，随着曹操的势力越来越大，马腾可能会觉得说，就凭着我在西凉的割据势力，有办法长时间跟曹操这样子的超强政权对抗吗？那还不如怎么样？就现在双方关系还不错的时候，就达成一个和解，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最大化的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后来马腾呢，他就决定，我放弃待在西凉，我主动呢带领一部分的家人想要入朝为官，就是我主动去到你东汉的权力中枢去。曹操也很高兴啊，他就想说，可以和平解决问题，为什么不和平解决问题呢？于是他就封马腾为卫尉，这是一个高级的官员哈，甚至呢还把马腾的儿子马超，终于要讲那个很重要的人物，就说来，你的儿子啊也封官爵哈，你的儿子呢就当偏将军，马腾你自己来到中央朝廷来当官，你的部队怎么办呢？就由你的长子马超继续在西凉地区统帅，这算是一种怀柔政策，就是说我掌控你马腾本人嘛，对不对？那也不要说我对你不好，我已经帮你封大官哦，那你也不要觉得说我曹操就一瞬间想要把你的势力都给清除掉，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马腾大概是不会甘心的，就是说你的军权怎么样，就从你身上转移到你儿子，只要你本人来就好了。所以马腾大概也觉得说，这个条件好，可以。所以后来马腾他就进入到中央朝廷去。所以这边就来讲一下哈，就是其实呢，按照史实来讲，马腾他是自愿归顺汉朝，或者说我们可以讲说是归顺曹操。而他在归顺汉朝以前呢，他其实算是时常反叛汉朝的西凉在地势力。但是《三国演义》乃至于我们今天看的戏剧《三国》嘛，都把它改造成为说他其实是汉朝的忠臣。然后他是怎么样被曹操骗来之后呢，曹操就突然把他给挂掉了。那老爸被挂掉了，马超当然很不开心啊。所以马超为了老爸，因为他是个孝子哈，忠孝要两全哈，所以为了老爸，为了支持汉朝，所以马超才会带兵去跟曹操来进行对抗。这是《三国演义》的描述。但在其实史实当中呢，马腾他早就已经在实质上归顺曹操了，反而马腾对远在西凉地区的儿子马超已经处于一种就是我实际上可能也没有管到他的那种状态了哈。所以说到这边就想问XY，就是史实当中的马腾其实是一个投机而且很现实的一个人嘛，对不对？你看连杀他家人的韩遂他都还可以继续跟他维持结拜兄弟关系嘛，甚至还跟汉朝反复反叛过好多次嘛，甚至有曾经想要带兵攻打过长安过嘛，对不对？结果到《三国演义》呢，还有我们看到戏剧的三国，突然就变成一个对汉朝忠心耿耿角色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冲突？听到史实方面的这些故事，当然会觉得很冲突啊。但是我也必须说啦，就是我们讨论了那么多集之后了，我大概也都能够理解，就是说为什么小说会这样写嘛。因为毕竟《三国演义》它把这个所谓的正派人物设定是刘备方嘛，没错。那马超之后会归顺刘备嘛，那意思就是说，那马超他就是属于正派方的人物啊，连同他的父亲马腾，那就他也应该是正派人物啊，没错。所以他应该是要跟着这个曹操对着干嘛，所以就要赋予一些可能他反叛曹操的一些理由啊，所以就会编出来一些情节，是说什么马腾他诈降啊，然后结果被曹操识破，然后被杀了。马超为了要去报他的这个杀父之仇嘛，所以才会去反叛曹操啊，结果反叛不过，然后回去归顺给刘备的嘛。所以我觉得故事应该是这样写才会比较有逻辑啦。是，我觉得XY真的很
很厉害，就是随着我们节目这样制作以来，已经越来越了解，说是《三国演义》当初设的这个套，就是说小说就是要好看，就一定要所谓的强烈的正邪冲突嘛，对不对？那既然曹操是邪恶的一方，我先说好，这是《三国演义》的描述，是曹操是乱世之奸雄，他是邪恶的一方嘛，那一定要正义的一方嘛，当然是所谓的刘备嘛。那刘备的手下当然也要都是好人啊，对不对？你好人怎么可以用坏人呢？对不对？所以才会把马超乃至于他的老爸马腾都来个史实大改造。我小的时候其实对于马腾的印象也都来自于《三国演义》，等到我实际上读了《三国志》之后，就发现哇，完全跟我想象中的马腾的印象完全不一样哎。可是想一想，其实马腾的经历也还蛮适合拍成电视剧，对不对？你就想想看，他从一个就是破落户的儿子，然后靠着自己本身的才能，然后在一个很变动的一个边疆地区，逐渐做大做强，这其实也是一个蛮励志的一个故事哈。好了，所以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我们介绍了有关于马腾的生平故事啦。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或许大家对于电视剧或是小说当中的一些改动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吗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